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。今天我们直接进入重头戏。这场比赛真的让所有台湾球迷在荧幕前看到心跳加速。大联盟100年历史上竟然真的上演了台湾内战，而且还是在这么戏剧化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底特律老虎对战休士顿太空人的这场比赛，虽然最终比分是9-3，由老虎队带走胜利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重点绝对是邓凯威与李浩宇的正面交锋。在我们深入挖掘这场比赛的各项进阶数据，拆解他们表现背后的秘密之前，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哦。好，说回比赛，这场球最后底特律老虎以9-3击败了休士顿太空人。邓凯威这场比赛真的是让我们看得心惊胆颤。他先发主投3.1局，虽然疯狂飙出9次3振，刷新了自己旅美生涯的新高，但代价也很大，投出了4次40球，还挨了3发全垒打，狂丢5分，最后承担了败投。反观李浩宇，虽然他是因为队友受伤才临时替补上场，但把握机会的能力强到不可思议。全场4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，还跑出大联盟生涯首盗。你怎么看邓凯威这场的表现？那9次3振看起来很帅，但3支全垒打真的太伤了。简单来说，他的球威是顶级的，制造挥空的能力强到爆表。但他一旦控球走中，丢进去好球带的球就变成了打者的美味大餐。我们看第一局，邓凯威根本是自己在走钢索。他先保送了 Kevin McGonigal， 虽然连飙2个3振，但随后又保送 Riley Green， 接着连续2个触身球砸到 Dylan Dingler 和 Colt Keith。老虎队1安打都没打，就靠着邓凯威满垒大放送拿了第1分。还好他在满垒2出局时，用一颗转速将近2800转的横扫球3振掉 Spencer Torkelson。那一球真的展现了他的大心脏。但单局用球数高达29球，这对先发投手来说绝对不是好预兆。接着第2局更戏剧化了，托瑞斯挥棒后受伤退场，李浩宇就在这种情况下拎着球棒上场接替打席，历史性的一刻就这样突然发生了。那画面真的太经典。李浩宇上场时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有1好球的残局，邓凯威完全没再客气，对学弟直接端出他的拿手好菜。我们根据 Statcast 的足球记录来看，这4颗球全部都是横扫球。第1颗84.1英里偏低坏球，李浩宇选掉没动。第2颗同样球速，精准塞进外角边缘，判定变好球，李浩宇还是没有出棒。第3颗他试图出棒，但那横向位移太夸张，只打成界外。最后第4颗，邓凯威投出一颗转速2744转，横向位移高达19英寸的终极横扫球，李浩宇挥棒落空，惨遭3振。进入第3局，邓凯威体力下滑与放球点不稳的致病伤，遭到了老虎队无情惩罚。在被 Riley Green 挑出安打上垒后，邓凯威的横扫球连续2次遭遇了毁灭性的狙击。首先是面对强力左打 Colt Keith，邓凯威投出一颗84.2英里、转速2805 RPM 的横扫球。尽管转速优异，但这颗球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垂直下坠幅度，平移滑进了打者的强力击球区，被 Keith 一棒轰出右中外野大墙，形成一发2分炮。紧接着，相隔仅1个打席，面对右打的 Spencer Torkelson， 邓凯威再度于总球数68球时，投出一颗83.9英里、转速2734 RPM 的横扫球。这颗球同样因为缺乏引诱性的下坠轨迹，遭到 Torkelson 锁定并扛出全垒打墙外，形成惨烈的 back-to-back 连续开轰。老虎队在这一局瞬间将领先优势扩大至5-0，也将邓凯威推向了败投的深渊。比赛来到第4局上半，尽管太空人队打线在3局下半有所复苏，追回了3分，但邓凯威的投球续航力与压制力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。在送出本场比赛个人第9次3振后，他随即被麦格尼格敲出一支1垒安打。此时一出局1垒有人，李浩宇迎来了本场比赛第2次，也是最具关键性的一次面对邓凯威的机会。
第一回合虽然是学长邓凯威完胜，不过李浩宇第二次面对邓凯威时，情况就完全反转了。那时候一出局一垒有人，邓凯威第一球又想用横扫球抢好球，结果李浩宇竟然不再受骗，他展现了极高的球商，直接推打到右外野，敲出一支扎实的一垒安打。这一球真的要大推李浩宇的调整能力。他在第一个打席吃了4颗横扫球，大脑已经把那个轨迹记录下来了。第二次对决，他不再试图强力拉打，而是顺着球势走，运用精湛的棒头控制力。这支安打意义重大，因为他直接让太空人教练团决定换头，邓凯威就在这一刻黯然退场。这也宣告了第二回合的对决是由学弟李浩宇扳回一城。既然邓凯威这场的三振数这么高，为什么却失分这么多？他的球种配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横扫球是邓凯威本场能够斩获9次三振的绝对主力与灵魂武器。这场比赛他横扫球的使用率高达35%，平均转速在2600到2850转之间。当这颗球有足够的下坠和横移时，它是杀手。但是，一旦它失去了下坠幅度，就会变成平移滑进好球带的肉包球。第3局 Colt Keith 敲的那发2分炮，就是一颗转速很高，但 IVB 只有1英寸的横扫球，这在长打者眼里就像慢速直球。难怪我看他那2发背靠背的全垒打，感觉球都是悬在那边等着被打。除了横扫球，他的速球系好像也有点问题。他被 Kevin McGonigal 敲的那发全垒打，球速明明有92.5英里，转速也不差，怎么会被轰得这么远？一颗具备压制力的优秀伸卡球，必须依靠强力的下沉尾劲来诱使打者击出软弱的滚地球，因此其 IVB 数值理应极低，甚至接近于0或负数。可是那颗球的垂直位移 IVB 高达5英寸，这意味着它没有4缝线速球那种往上窜的视觉差，也没有伸卡球应有的下沉威力。这种不上不下、轨迹趋于平直的速球，在大联盟打者眼里就是发球机里丢出来的练习球，所以被轰得很远。邓凯威虽然他的 stuff 很猛，但在大联盟这种层级，你只要有一丝丝的失头，对方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那我们来聊聊李浩宇，他这场比赛除了那一支安打，后面的表现也很抢眼哦。没错，李浩宇本季的反向击球率 OPO percent 高达34.4%，这项数据强而有力地证明了他绝非那种盲目挥打棒，只寻求拉打长打的莽撞型打者，而是一位具备高度解读球路能力，并能将棒头精准控制在最佳击球仰角的成熟职业打者。4局上，他将邓凯威的 sweeper 反推成安打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不仅展现了打击技术，更在比赛的战略层面上彻底击溃了邓凯威的防线，迫使太空人教练团不得不启动换头程序。他在第6局面对 AJ Blubber， 虽然最后是滚地球出局，但他展现了能跟上95英里速球的挥棒速度。到了第8局，他面对 Jaden Murray， 精准锁定了一颗81.4英里的横扫球，直接拉打出左外野安打。这证明了他不只能推打，也能强力拉打，是一个广角攻击型的选手。而且他在敲出第2支安打后，还跑出了大联盟生涯的首道。我看他的冲刺速度数据，每秒达28.1英尺，这在全联盟是前30%的水准。李浩宇不只有打击智商，还有不错的运动天赋，这种潜力在他身上真的看得到光芒。这场比赛结束后，休斯顿纪事报和美联社的报道直接点名邓凯威，说他身为先发投手却吃不下局数，导致太空人的牛棚在4天内第3次被超爆。而休斯顿的球迷在 Reddit 论坛上也是骂声不断，大家对于邓凯威那种能三振但控球走中的体质感到很沮丧。目前他的防御率升到 4.31， 这在先发轮值竞争激烈的太空人队里是很危险的。反观底特律那边，大家都在狂欢。虽然全场焦点是被敲3响炮的 Colt Keith 抢走，但李浩宇的稳定表现也被当地媒体视为胜利不可或缺的拼图。说到 Colt Keith， 他这场真的像是开外挂一样，一人包办6分打点。他在老虎队论坛里面已经被封神了。虽然李浩宇的讨论热度没他高，但能在这种车轮战中以后援打者的身份缴出2安1盗，底特律的专业球迷其实都很看好他的未来。这对李浩宇来说，绝对是站稳大联盟的重要一战。对啊，总结这场经典战役，
虽然这只是漫长赛季中的一场例行赛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它包含太多资讯量了。邓凯威让我们看到了台湾投手球威的极限，他的横扫球只要能找回控球，绝对是顶级武力。而李浩宇则示范了一个亚洲打者要在美国职棒生存，靠的不是蛮力，而是像外科医生般的精准解读。这场比赛虽然邓凯威吞下败投，但我相信这只是他们2个人在大联盟漫长对决的序章。数据虽然是冰冷的，但它背后代表的是运动员无数次的训练与修正。看着这2个学长学弟在最高殿堂正面碰撞，那种张力是看任何数据图表都无法取代的。希望下一次对决，邓凯威能撑满6局，李浩宇也能继续维持火烫手感，再来一场让全台湾球迷都屏息以待的精彩赛事。今天这一集野球特报分析了这么多进阶数据，希望大家听得过瘾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深度剖析，别忘了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有任何关于邓凯威或李浩宇表现的想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们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